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林晴。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谁都没准备好的时代。你以为热搜第一是娱乐八卦？不是，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该跟伊戈达拉聊一聊养老金了。没错，姚明，那个在 NBA 打出中国骄傲的男人，45岁，笑着说自己要领美国养老金。但中国网民却笑不出来，因为这句话比任何数据都刺眼。一边是美国退役球员45岁开始领钱，一边是中国大学生45岁可能都还在还房贷。这一笑，笑出了中美制度的断层，也笑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焦虑。同一时间，上海房市崩了，业主恐慌砸盘，房价腰斩，贷款断供，豪宅拍卖。中介说，这行情我从业20年没见过。有人一夜之间从千万富翁变成负资产，有人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查自己房子的挂牌价。而北京呢，宣布不再大拆大建，不是良心发现，是钱真的没了。猪肉、机票、地产全在跌，城市再冷，民心更冷。美国战略专家警告，中国政权已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，崩溃倒数可能已经开始。这不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一场静悄悄的塌陷。姚明的一句玩笑成了这场大崩溃的开场白。你知道吗？曾经在 NBA 打出过风头的中国球员姚明，今年45岁了。最近他的一句话，该跟球员协会执行董事伊戈达拉聊聊养老金了，直接冲上微博热搜。这背后藏着一套令中国网民羡慕到不行的制度，也引发不少对国内现状的感慨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最近 NBA 在澳门开打热身赛，这是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后 NBA 时隔6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。久违的比赛让球迷们炸开了锅，但更吸睛的是场边出现的一个熟悉身影姚明。这位曾经代表中国篮球最高舞台的前中锋，如今身穿西装出现在镜头前。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他笑着说，得跟伊戈达拉聊聊领养老金的事了。这句话立刻引爆话题，热搜直接飙上榜首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突然发现姚明现在真的可以开始领 NBA 养老金了。据 NBA 的规定，只要球员年满45岁，并且在 NBA 效力满3年，就可以开始领取退休金。姚明在 NBA 效力9年，今年9月刚好满45岁，完全符合条件。随即，姚明领 NBA 养老金成为热门话题，网民纷纷留言表示羡慕。那么养老金是多少呢？这里就更有趣了。NBA 的退休金制度是阶梯式的，分成3个档次。如果从45岁开始领，每个月可拿1838美元，一年约 2.2 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 15.7 万元。如果等到50岁再领，每月变成2757美元，一年约 3.3 万美元。若等到62岁再领，每月可达15000美元，一年18万美元，约合人民币128万元。这一笔钱在任何地方都不算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美国的制度，但中国人也能领，只要曾在 NBA 效力过，不分国籍都享有这套保障。网友评论羡慕，又是一笔巨款， NBA 养老金制度真完善，45岁不分国别就能领取，太人性化了。还有人说，这就是天天你们骂的漂亮国，这个时候怎么不骂美帝了？运动博主沪上乖姐指出，这笔钱的象征意义远超经济价值，它是 NBA 阶梯式保障体系的案例，既见证球员的拼搏，也反映了成熟职业体育对运动员的长期托底。网友们热议的不仅是金额，更是对付出终有回响这种职业尊严的认同。这话不无道理，姚明在 NBA 的经历让他如今能享受这样的保障，
反映的也是一个完善体制对球员的尊重。对比之下，中国的运动员保障体系是否该有所借鉴与反思？你怎么看？上海楼市彻底失控了，一个曾经让无数人拼尽一生去追逐的地方，现在却成了房主们心中的梦。一夜之间，房价腰斩，挂牌秒跌，断供潮开始涌动，连中介都说这个行情他们都没见过。上海怎么突然就成了全国楼市的领跌先锋了呢？几年前，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子是所有人心中的金饭碗，只涨不跌，抗风险，保值，稳赚不赔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，谁都不相信它会跌，但现实啪啪打脸。2025年数据刚出，今年8月，上海新建住宅成交量环比下降 27%， 同比暴跌 45%。 不夸张地说，现在的上海房市就像一座正在下沉的船。先来说创业者的绝望，一位曾经做生意的博主哽咽着说，我的房子被银行拍卖了，10年奋斗一场空。我当初贷款几百万买了一套江景大平层，可从去年6月开始，公司出事了，1.2万的房贷还不起。从第1个月开始，银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催得我连觉都睡不好。不是他不想还，是现实不给机会。再说另一位房主，还贷的重压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农。他说，我每月到手6000块，其中4000都去还房贷了，剩2000要吃饭、坐车、交电话费、买洗发水，别说化妆品了，连外卖我都不敢点，全靠自己带饭。生活被一套房子压得透不过气来，房子本该是家的象征，却成了镣铐。还有一位更惨，从当初差20万到后来亏300万。他回忆起一桩错失的交易说，2020年有个小伙子来看房，说他要结婚，喜欢我家这套，给价1130万，我坚持要1150万，就差20万没成交。现在这套房子只值800万，整整跌了300万啊！说到最后，他眼圈红了。断供潮正在蔓延，杭州也没能幸免。一位在萧山花了300万买了房子的朋友说，首付90万，贷款210万，月供1.2万，结果我被裁员了，断供1年多，房子也被查封了。我现在常常问自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活得这么辛苦？现实变成了，你以为你在还房贷，其实是在给银行打工。一位博主说，拿出银行账单发现还了30万贷款，其中26万是利息。另一位博主说，他2年前花300万买的房子，结果楼上邻居不到200万就买到了同户型。他不信，硬着头皮敲邻居家门确认。听到真实数字那一刻，他说，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有博主去探访高兴花园小区，语气都带着讽刺。当年这个老小区被炒到10几万一平，现在呢不到4万，整整跌了接近2/3。曾经所谓的学区房、价值洼地、投资热点，如今只剩冷清挂牌，无人问津。上海的真相也是无数城市的缩影，不是1、2个人倒霉，而是整个上海，甚至整个中国一线楼市都在经历阵痛。一个100万贷款的房子，如今市价只有95万，还剩90万贷款没还，房子净值只有几万。房农成了新时代的隐形负债人。曾经人们以为买房是对未来最稳妥的投资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自己，我到底是买了一个家，还是背上了一场债？你觉得房价的这种糟糕状况还会更坏下去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的城市好久没见到新楼盘开工了？路边的工地围档还在，但里面静悄悄，那些曾经日夜轰鸣的基建场景仿佛消失了。中共当局终于变调了，大拆大建时代结束了。10月11号，中共自然资源部发布了一份重量级文件《城市存量空间盘活优化规划指南》。文件里明确说，
未来城市建设将不再大拆大建，而是进入存量时代，改主打盘活、优化、整合和再利用。听上去好像挺合理，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不是主动选择，而是他没钱了，终于从基建狂魔走入了存量时代。回想过去15年，中国几乎是靠着基建硬拽着经济向前跑。从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开始，高铁、机场、高速公路、地铁、会展中心、仿古城镇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在各地铺展。到现在为止，高铁营运里程超过4万公里，世界第一；高速公路18万公里，也是世界第一。你可能以为这是现代化的证明，但专家告诉说，这一切其实都是用债堆出来的幻象。北京城市规划学者张遵义一针见血地说，当局的这份指南本质上是基建时代的止损声明，地方财政再也无法支撑过去那种疯狂造城的模式了。简单说，地方债爆了，没钱搞大工程了，靠卖地过日子的土地财政也走不下去了，房市低迷，地也卖不出去，收入锐减，政府只能收缩战线。而当局这份指南提出的所谓盘活存量，其实只是换个说法，把不再有钱搞基建包装的好听一点，就像把失业改叫灵活就业，逻辑是一样的。所谓盘活存量，听上去是城市再生，但真的是这么理想吗？现实是，许多城市所谓活化项目，资本主导，居民被迫外迁，旧社区被拆，历史街区变成商业街。更新后的空间不是回到居民手里，而是变成了高价商业区，或者是空荡荡的商业办公楼。民间戏称，更新是个筐，什么都能装，除了居民的记忆与尊严。我们来看一个更沉重的数据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，到2025年，中国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已逼近 GDP 的 90%。也就是说，你看见的每1公里地铁、每一座大桥背后，可能都是一笔巨额负债。而现在，当局的这套以债养债、以渐促增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。那些曾经堆起 GDP 的建设神话，如今正在变成一座座鬼城。我们看到的现实是，闲置的机场一天只有几班飞机，空荡荡的新区，房价倒挂，商圈冷清。豪华但运营率极低的高铁站，旁边是没人入住的楼盘。宏大建筑的背后是财政崩溃和贪腐盛宴，这已经不是秘密，而是集体失语的现实。北京某国企地产分析师李康说的直白，所谓城市更新不是什么新模式，而是旧模式的延命，回报慢，收益低，但地方政府已经没选择了，只能靠着话术创新硬撑面子。中共当局的这场政策转向，从基建狂魔走到无力再建，从造城运动到盘活存量，被很多学者指出，这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战略觉醒，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选择。当投资熄火，出口乏力，土地卖不动，即使喊破喉咙说要技术创新、城市升级，也改变不了根本逻辑，钱没了。当基建狂魔不在，中国的下一步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？你怎么看？你以为房价跌得很，更可怕的可能还在后头。现在的中国经济不仅房地产在跌，连猪肉和飞机票都在大跳水。专家说，这不是小问题，而是大萧条的前奏。首先是大家都没太注意的领域，猪肉。每年10月，按理说是中国人吃猪肉的旺季，结果呢，猪肉价格反而跌到历史新低。生猪期货合约下跌近 3%， 年内累计跌幅已超过20%，和去年相比，价格已经跌了超过40%，而且不是期货虚高，现货也在暴跌。全国均价跌破每公斤11元，创出阶段新低。据第一财经的分析，供需失衡严重，消费提振无力，猪农越养越亏，越卖越亏。上市猪企3季度利润直接躺平，4季度也没啥希望了。财经博主挥胡说房一针见血，
现在养猪跟买房一样，越养越亏，越卖越惨。这就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，而是全社会需求都在降温的信号。再来看另一个极具指标意义的领域，航空。11假期刚结束，但航班票价已经一夜崩盘。比如说上海飞南京从2295元直接降到482元，上海飞合肥从2700元降到486元。你没听错，降幅超80%。什么信号？消费萎缩，出行需求在冷却，人们没钱了，也不想动了。这些原本价格最坚挺的航线，如今成了捡漏价。你说这是短期回落？专家说这可能只是开始。经济下行，全域震荡。财经博主挥胡说房有一句评论被大量转发：这不是一场行业危机，这是全系统的通缩性崩塌。他的判断很直接，也很沉重。房地产下跌只是表象，真正可怕的是经济全面进入结构性衰退。很多地方的公务员都已经没了奖金和绩效，企业难过，金融系统吃紧，老百姓口袋空空。他同时强调，这种不动声色的萧条才刚开始，等到洪水和灾荒的阶段，那才是真正的恐慌。虽然听起来很沉重，但这是现实中越来越多人正在感受到的生存压力。说到是系统性危机还是个别崩点，大家都说房价暴跌了，但灰狐指出，房市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可怕的是经济每一块骨架都开始松动，工厂订单没了，消费者不敢花钱，企业在裁员，银行在收紧贷款，中小企业连税都交不起，连最基本的食品价格都守不住了。因此这不是短期波动，这是结构性变化。很多人可能还没太意识到，真正的萧条不是那种一夜之间的大崩盘，而是你身边的物价慢慢变便宜，你的老板突然开始裁人，你的朋友说年底没有年终奖，它不是一声巨响，而是一场无声的塌陷。你有没有感受到最近的生活变化？你的城市，你的行业有没有也在悄悄降温？如果共产党中国真的崩溃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美国战略专家格雷戈里·科普利近日的报告在国际战略圈引起巨大震动。他认为，中共的政治、经济与社会崩溃已经开始，不是也许，不是可能，而是正在进行。科普利指出，这场全面危机来自3个方向。第一，是房地产业的塌陷，这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支柱，一旦倒塌，财政、债务、民生都会被拖下水。第二，是债务雪球，地方政府靠举债搞建设，如今土地财政枯竭，债台高筑，几乎无路可退。第三，是权力斗争失控。他指出，中共高层内部的博弈暗战激烈，中南海的平静只是表面现象。专家说，这场斗争的核心目标就是习近平的下台。他指出，习近平已经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，他的命运很可能在10月底前后揭晓。同时，街头的不安也在扩散，失业、饥饿、幻灭、愤怒、抗议和骚乱正在中国各地无声蔓延，而军队开始出现在北京周边城市展示武力。这不是普通的社会动荡，而是政权最怕的那种内外同时崩解的征兆。科普利提醒，全世界都应该回头看看历史。1917年，沙皇俄国垮台；1991年，苏联解体；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爆发。每一次政府崩溃都有相同的前兆：表面繁荣，内部僵化；技术进步，但民心凋零。领导层自信满满，却与社会彻底脱节。他说，崩溃从来不是革命，而是政府麻木到无法适应现实的结果。那么，中国现在在哪个阶段？科普利认为，正在进入最后的临界期。多位观察人士已经提出警告，这或许不会是一场短暂的政变，而是一次全面系统的崩塌。从北京到地方，从体制到社会。报告批评，世界各国政府对共产中国可能的崩溃毫无准备，各国仍按照稳定中国的假设做战略规划，
但这一假设正在崩溃。那么中共垮台后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是一个改良版的共产政权，也许是新的没有中共的中国，甚至可能出现多个中国。科普利警告，习近平可能成为现代版的路易15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垮台的始作俑者。最后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共产中国真的崩溃了，你认为世界会怎么变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